记得呢，大约是中学时代，那个时候对科学很有兴趣，从相关的书中得知，人类社会中的很多的发明呢，都是从生物中得到启发而实现的。那一类的科学被称为仿生学，比如蜻蜓的复眼启发人发明了相控阵雷达，照相机是受人眼睛的结构的启发而发明的。不过呢，科学也使我思考人的眼睛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因为进化论呢也是在中学时代学到的。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有一个理论呢是这样说的，说眼睛的起源呢是从最初的一个神经元因为基因突变而具备了感光的能力，然后呢这个神经元又发展为多个神经元的组合，后来平面的发展成碗状的。这样的假设是基于人们看到蜗牛的眼睛就是这种形状，里面的液体呢起透镜的作用，而下一个阶段呢就是产生起透镜作用的水晶体。这是人所想象的，因为最简单的功能就是感受明与暗，而透镜的作用就是使人具备对图像的识别能力。这道理呢是说，任何一个进步性的变化呢都能在自然选择中存留，而非进步性的呢都被淘汰，于是就造成了物种在不断进化中自我改善。当时呢只是灌输性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而如今呢经过思考呢，我看到这套理论呢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相信自然选择是存在的，尤其是某些疾病，包括遗传原因造成生物的变异，会因为生存能力的不足而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掉。我也相信物种有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的能力，并能将这种变化透过遗传传递下去。但是将这两种自然现象无限地扩大化，就是说单靠这样的原理，单细胞生物就可以演变出复杂的生物，演变出全新的器官，诞生出全新的个体。这样的假设就太脱离实际了。关于眼睛的胚胎发育呢，有这样一个视频，描述眼睛这一器官是如何发育的。先是一个液泡，那个蓝色部分呢代表的是外胚层，它也形成一个液泡。这时候呢，前一个液泡就变成了碗状，将其包裹，然后就长出了血管，为最里边那个液泡提供养分。那个液泡就开始分化，最后成为我们眼睛中起透镜作用的晶状体。当这一过程结束了呢，血管的使命也就完成了，逐渐的被周围的组织吸收掉。在发育过程中呢，那绿色的部分最终发育为视网膜、视神经等。因为它曾经一度变成碗状，所以进化论者呢就会认为，在人类进化中，感光细胞也应该经历碗状的过程。然而晶状体的形成却需要血管提供养分， DNA 中的一些特别的基因被打开，使得那部分外胚细胞开始分化，最终变成晶状体。然后呢，相关的血管就被有关的酶切断分解。整个过程中呢，眼睛是没有功能的，如同汽车制造过程中，汽车是不能被驾驶的。但进化论要求晶状体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体的眼睛必须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始终保持功能，并且呢，视觉能力要随着每一个步骤都要强于之前的，这样这一物种呢才能在每一个变化中幸存，而不至于淘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回到摄影的这个话题，虽然相机呢是受人眼睛的结构启发而发明的，但从相机的技术呢，反观人眼睛的特点，更使人惊叹不已。记得小的时候呢，由于父亲对摄影的兴趣呢，家里不仅有些器材，也有书籍。记得有一套900多页的摄影书籍，书的名字应该叫《摄影原理》。那本书呢，就像这种旧书的风格，因为那些技术都是前苏联的，书呢也应该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于镜头设计
当时有一种最基本的镜头设计呢，称为4片3组，那就是用了4个镜片，其中2个呢是用胶粘在一起的。如果是变焦镜头呢，就需要更多的镜片以及镜片组，比如9片6组以及11片8组等。中学物理呢讲说凸透镜可以成像，说照相机就是用这样的原理制造的，但实际上呢，没有人用一片玻璃做照相机。那本专业书籍呢解释了这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凸透镜的成像质量是相当糟糕的，它有好几个问题，比如叫球面相差，简称球差，这是因为光线从透镜的中间穿过的与从边缘穿过的所成的像呢不在一个平面上，还有呢被称为汇差以及相散等问题。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光线聚焦在一个球面上。对于相机中处于平面状态的胶片来说，图像的中间会清晰，而四周却模糊。虽然照相机呢是学习人眼球的结构发明的，但是人的眼球的背面呢视网膜呢是处于一个球面的状态，所以它就没有照相机所面对的那种各样的相差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叫色差，就是不同颜色的光呢通过玻璃的时候被折射的角度是有所差别的，于是导致了所成的像上会看到不同颜色的花边。人们选择不同种类的玻璃，一种呢是玻璃中含有钾，中文叫免盘玻璃，因为英文叫 crown glass， 就是皇冠的意思。早期年代是用来制造窗户，而另一种是含有铅的，比较重的，称为火蚀玻璃。这2种材料的折射率、色散率呢，前者小，后者大。但这2种玻璃呢，做成凸透镜和凹透镜呢，经过精密的计算，这样配合在一起呢，仍然可以成像，但它们的色散却相互抵消了。而在人的眼睛的结构中呢，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个玻璃体与晶状体呢，就好像是镜头中粘在一起的凸凹透镜的组合。今天相机上使用的消色差镜头，一个是需要寻找那种具有不同折射属性的材料，还要经过仔细的计算，这样才能实现色差的抵消。而对眼睛来说呢，我们不知道眼睛中的透明物质的折射率、色散率等光学属性，但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没有丝毫的色散，这就说明它们的配合是精准的，而非是自然形成的，更像是精心设计的，因为人设计的相机镜头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回到眼睛的进化这个假设的事情上来呢，进化呢就是改进，而不可能达到完美。从生存这一基本要求而看，人的眼睛呢也不需要那么样完美，而实际上我们却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这就是与那个进化的假设是违背的。在人的眼睛中呢，光呢透过了3种材料：前防水、晶状体、玻璃体。所以从创造的角度呢，人是使用了4个镜片实现了相机镜头，而上帝呢只使用了3个。人呢是追求完美的动物，人眼中的瞳孔呢可以根据外面的光线的强弱而自动调节，所以人制造的照相机呢也需要用光圈来调节进光量。然而从进化的假设上看，蜗牛的眼睛应该是属于低级简单的动物，然而我们却看到海蜗牛的眼睛中也有类似光圈的组织调节进光量。这说明呢，蜗牛呢是简单的，它没有大脑，它不需要识别图像，但是它并不低级，它有它所需要的一切。今天的世界呢，我们看到因为各样的疾病，包括基因突变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人的近视、散光、色盲、白内障等问题。如果人是进化而来的，这些问题应该是最自然的。但是正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健康，我们才可以定义出什么是疾病。可见人原本是健康的，是完美的，如今的变化是衰败，是与进化相反的。进化论呢，为了使这一套复杂的器官能够生成，它给出了极其漫长的时间，
要有100个百万年。我们知道 DNA 的密码呢，如同一本书，而进化呢，就是靠传抄错误使这个书中的内容变得更好。这是一个矛盾的理论，因为一个事情的改善是通过保持好的部分，改进差的部分来实现的，而基因突变是一种无理性的变化，所以100个百万年呢，好的部分变坏或变差是更容易发生的，也是更快发生的。在百科全书中查到人类基因的突变的速率呢，是每一代人会带来大约64个突变，而别的学术资料呢显示这样的突变是在75到175之间。因为这些突变带来的问题呢，并不能在后续的遗传中得到纠正。在《自然》杂志中看到这样一篇学术论文，中文意思是人类基因变异的全球参考。科学家们从世界各大洲呢提取了人类基因的样本，由于那些突变呢会留在基因中，并会被一代一代的遗传下去，所以根据这些突变的标志呢，可以推导他们共同的祖先。文章给出了2个数据，年代最久的呢是296代人以前，就是7000到8000年前。从这里我们也看到，那基因突变呢也是符合热力学第2定律所总结的，就是从有序向着无序的变化，那就是退化而不是进化。